大家好，煮速凍餃子的時候不要直接下鍋。今天教你正確的做法，煮出來的餃子和現包的一樣好吃。很多人煮速凍餃子的時候經常會破皮，和那種現包的不一樣，不是很好煮，煮出來的口感也不好。那是因為你下鍋的時機不對。其實煮速凍餃子也是有技巧的，一起來看看是怎麼做的吧。首先我們在挑選速凍餃子的時候也是有講究的，新鮮的速凍餃子不會接觸到過多的水分，因此表面的冰霜也不會很多。如果速凍餃子冰霜太多，有的已經結成冰塊，說明餃子可能已經2次速凍，那樣的餃子口感和營養都不太好，建議不要購買。接下來我們開始煮餃子，鍋中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大火燒開。我們在煮速凍餃子的時候最好加入1小勺鹽，加鹽之後水的沸點就會提高，這樣水就不會過度的沸騰，餃子下鍋之後不會受到沸水的衝擊，可以盡量的避免破皮，並且加入食鹽之後，餃子能夠更快的吸收水分，這樣煮出來的餃子更好吃。把食鹽攪拌至融化。接下來重點來了，我們看到鍋中起密集小泡泡的時候，這時候水還沒有完全燒開，像這樣似開未開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下入凍餃了。煮速凍餃子一定要溫水下鍋，因為速凍餃子的溫度比較低，如果開水之後下鍋，餃子容易熱脹冷縮，煮出來的餃子就會破皮。溫水下鍋還可以避免餃子快速膨脹，同時也可以能夠更好的讓餃子慢慢解凍，並且溫水下鍋，鍋內的水溫不容易沸騰，可以避免餃子受到沸水的影響，過度的翻滾而破皮。當然，煮速凍餃子也不適合涼水下鍋，因為涼水煮餃子會影響煮餃子的時間，更容易使餃子破皮。餃子剛下鍋的時候，用鏟子多攪動攪動，可以快速的使餃子受熱均勻，並且不粘鍋底。然後開大火把水燒開，使餃子能夠迅速的漂浮起來。這裡要注意的是，煮速凍餃子千萬不要蓋鍋蓋，否則熱氣出不去，餃子容易發黏。就讓餃子在似開未開的水中煮幾分鐘，這樣煮出來的餃子跟現包的一樣好吃。水完全燒開之後，往裡面加入100毫升涼水，繼續用鏟子攪拌攪拌，讓它受熱均勻。往鍋中倒入涼水，是因為水開之後，餃子還沒有煮熟，如果一直翻滾着煮餃子，很容易破皮，而且還容易粘連在一起。所以我們在水開的時候加入1碗冷水。加入冷水可以讓鍋中的溫度快速的降下來，這樣煮出來的餃子不容易破皮，而且更加的劲道好吃。第2次水燒開之後，再加入1碗冷水。煮速凍餃子我們可以反復加3到4次水，這樣煮出來的餃子會更加的軟嫩鮮香，並且煮出來的餃子個個圓滾滾的，一個也不破皮。在等待水開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準備自己喜歡吃的湯料。大碗中加入1把蝦皮、1把紫菜、一點點香菜、1勺香醋、1勺生抽、1勺小磨香油，先放一旁備用。現在我們的餃子已經第4次燒開了，完全漂浮在水面，變得胖乎乎的，像充了氣一樣。而且餃子皮也沒有發白，這說明餃子已經煮熟啦。這時候我們先舀1勺熱的餃子湯，倒入調料的碗中。紫菜和蝦皮不需要煮，燙一燙就已經熟透了，而且營養也被保留，這樣營養更加豐富。然後把煮好的餃子盛出來，放到湯碗中。看一下，我們這樣煮出來的餃子個個都很完整，沒有一個破皮，口感也更好，跟新鮮包的一樣好吃。如果你不喜歡吃帶湯的，我們也可以調一個簡單的料汁。碗中加入多一點的生抽，再根據個人口味加入香醋，
喜歡吃辣的，再加一勺辣椒醬，攪拌均勻，好吃的醬料就做好啦。然後把煮熟的餃子撈出來，裝入碗中。我們這樣煮出來的餃子，不管是帶湯還是蘸着料汁，都非常的好吃又方便，不用擔心它會發黏會破皮。如果你也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